你敢相信吗？每天你我习以为常的某些饮食习惯，竟然正在默默推高我们的血糖。真正让血糖飙升的元凶，就藏在我们天天吃的食物里，而我们竟然长久以来都吃错了方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又该怎么办？别走开，今天就让我们揪出血糖飙升的真凶，并揭晓5种被称为天然胰岛素的神奇食物，让你的血糖稳稳当当，一辈子不用担心。先等一下，进入主题前，如果您关心自己的健康，请先按下订阅并开启通知的小铃铛，因为在这里，我们将揭示许多没人告诉你的健康真相。我也想知道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在为血糖问题苦恼？如果您正在和高血糖或糖尿病搏斗，请在留言区输入1；如果没有这方面困扰，输入0让我们知道。若您或家人也正受血糖问题影响，不妨在留言告诉我，我会尽力回复并提供建议。我们一起交流，一起加油。好，现在就让我们开始揭秘。很多人一听到控制血糖，脑中浮现的第一件事就是少吃甜的。的确，含糖饮料、蛋糕、甜点会让血糖升高，我们都避之唯恐不及。然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验？明明糖果、饮料都戒了，血糖却还是居高不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事实上，一个隐形的真凶一直躲在我们的日常三餐中，那就是精致淀粉、白米饭、白面条、白面包，这些吃起来不甜的主食，其实进入体内后转化成葡萄糖的速度快得惊人。一碗白饭消化后产生的血糖可能相当于好几十白糖，一份精致面包升糖速度甚至比吃糖还快。我们一直以为不吃甜食就安全，却忽略了这些看不见的糖分，正让血糖坐云霄飞车般忽高忽低。原来我们不是吃太多糖，而是吃错了东西。还有，许多人误以为靠药物和保健品就可以高枕无忧，有了降糖药就可以照吃照喝，花大钱买进口保健品就能把血糖压下来。如果你也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药物固然重要，但真正决定血糖稳定的关键还是在我们每天吃下肚的食物。离开了良好的饮食习惯，只靠药物硬撑，血糖迟早还是会失控。更何况，那些号称控糖奇迹的昂贵保健品，往往只是单一成分，远不及天然食物来的全面有效。这么多年来，我们或许都忽略了大自然早已提供给我们的宝库。让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我邻居王伯伯今年60多岁，罹患第2型糖尿病很多年了。王伯伯对自己的血糖控制非常紧张，家里堆满了各种降糖保健品，美国进口的谷物胶囊，德国制的苦瓜胜肽定，听说有用的他都买。1个月下来，光在这些保健品上就花掉好几万。然而，他却很抗拒改变饮食习惯。王伯伯特别爱吃白面条和精致的白面包，苦瓜、洋葱这类气味重的土菜他一口都不碰，嫌苦嫌呛，觉得不上台面。每次太太张阿姨劝他吃点苦瓜炒蛋，他总是摆摆手，那种东西哪吃得下，我有进口药和保健品就够了。张阿姨拿他没办法，只好自己想办法在餐桌上加一些健康食材，像是偶尔煮个秋葵汤、黑豆饭之类，自己跟着吃。半年后，王伯伯回医院复查，报告出来时，他傻眼了。长期血糖指数、糖化血色素不降反升，甚至出现了早期糖尿病并发症的迹象。医生严肃地问他饮食情况，当听说他依赖保健品却不肯好好调整饮食时，医生直摇头，光靠药和保健品可不行啊，饮食才是控糖的根本。反倒是陪他一起检查的张阿姨，各项指标都很漂亮。张阿姨其实也有点血糖偏高，但她平时饮食很注意，尤其常吃苦瓜、秋葵这些食物。医生看了她的结果，笑着对王伯伯说：“你太太这才是吃对了，那些昂贵的保健品只是单一营养，而你太太餐桌上的苦瓜、秋葵、黑豆等等，才是真正全方位的天然降糖护卫队啊！”王伯伯听完哑口无言，回家就把那些没吃完的保健瓶罐全锁进了柜子，开始认认真真跟太太学习怎么吃对东西。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是时候揪出真凶，改变我们的饮食观念了。血糖飙升的幕后黑手，不仅仅是看得见的砂糖，还有我们误以为无害的精致主食，以及对天然食物的轻视。幸好大自然早就准备好了
对抗这个真凶的武器。现在就让我们揭晓那5种被誉为天然胰岛素的神奇食物，看看它们如何帮助我们把血糖稳当当控住吧。我们马上来介绍5种堪称天然胰岛素的食物，接下来每一样可能都是你以前嫌弃或忽视的平凡食材，但它们个个身怀绝技。记住，它们不是药，胜似药，它们便宜朴实，却是血糖最强大的稳定器。首先登场的就是许多人又爱又恨的苦瓜。一提到苦瓜，你是否马上想到那股难以入口的苦味？很多朋友受不了它的味道，觉得太苦就是不好吃，没营养的象征。然而，朋友们，那苦涩的味道恰恰是苦瓜的宝贵之处。苦瓜之所以苦，是因为它富含一种神奇物质——苦瓜皂苷。这种物质被称为植物胰岛素，绝非浪得虚名。科学研究发现，苦瓜皂苷能刺激胰脏中的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并提高胰岛素敏感度，让我们的细胞更愿意接受葡萄糖。同时，苦瓜皂苷还可以增加组织细胞对血糖的摄取和利用。简单说，就是帮胰岛素打开细胞大门，把血液中的糖分请进去坐下，血糖自然就降下来。更厉害的是，苦瓜不只靠皂苷单打独斗，它还富含膳食纤维，能在肠胃中延缓糖类吸收，避免饭后血糖飙升。苦瓜本身热量极低，维他命 C 和矿物质含量却很高，营养价值一点也不输昂贵的进口蔬菜。可以说，苦瓜吃进去的每一口都是在替你的胰岛细胞减压，帮你的血糖灭火。不少糖尿病友都把苦瓜当成日常餐桌上的好伙伴。凉拌苦瓜清脆爽口，苦瓜炒蛋香气迷人，既能满足味蕾，又能稳定血糖，何乐而不为呢？如果实在怕苦，你可以先将苦瓜汆烫一下，搭配蛋或肉片炒，苦味会减轻很多。还有一点要提醒，苦瓜属性偏寒，脾胃虚寒的人记得烹调时加几片生姜同炒，中和一下寒性，胃比较舒服。总之，不要再让苦字吓跑你了，越苦的瓜可能就是降糖的良药啊。第2位选手是近年来养生圈的新星秋葵。有人喜欢秋葵的嫩滑，也有人受不了它剖开时拉丝的粘液。其实，秋葵那一身黏糊糊的胶才是它降糖的秘密武器。切开秋葵时流出的粘液中，富含果胶和黏蛋白2大法宝。果胶是一种水溶性膳食纤维，进入肠道后会形成凝胶，减慢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这意味着吃饭时有秋葵作伴，葡萄糖释放到血液的速度会放慢，餐后血糖就不会急剧上冲。而黏蛋白则会像贴心的保镖，包覆糖分分子，延后它们进入血液的时间。两相配合，让血糖的上升曲线变得平缓稳定，不再大起大落。秋葵还有额外的加分项，它富含维生素 A、维生素 K 以及钙、镁等矿物质，不仅帮助维持正常代谢，还对骨骼健康、视力保护有益。所以，秋葵可以说是糖尿病友餐桌上低卡、高纤又营养的完美食材。吃法上也很简单，汆烫秋葵后加点蒜蓉酱油拌一拌，就是一道爽口的小菜。或者把秋葵切片跟鸡蛋、虾仁一起快炒，也是一道美味家常菜。记住，秋葵烹调时间不要过长，才能保持粘液的作用和营养。如果你以前嫌它黏，现在该试着爱上这份粘稠了，因为那黏黏的秋葵就是你血糖最好的缓冲器。接下来登场的是厨房里的万用配角——洋葱。很多人怕切洋葱，因为会流泪，味道呛。可你知道吗？让你流泪刺鼻的那些物质，正是洋葱强大的降糖力量来源。洋葱中含有多种含硫化合物，例如2烯丙基2硫醚等。这些成分的作用机制有点像某些口服降糖药，可以刺激胰岛素的合成和释放。换句话说，洋葱吃下肚，相当于轻轻拍了拍胰脏的肩膀，让它多分泌一点胰岛素来帮忙降糖。难怪有人把洋葱视作糖尿病患者的食疗佳品呢。不仅如此，洋葱还富含一种强力抗氧化物质胡皮素。胡皮素能扫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减少胰脏细胞的氧化损伤。这相当于在胰岛细胞外面加了一层防护网，让它们不容易生锈老化，保持旺盛的工作能力。此外，洋葱里的前列腺素 A 有扩张血管、降低血液粘稠度的作用，
对糖尿病常见的心血管并发症也有预防效果。可以说，洋葱不但是天然的降糖助手，还顺带保护了心血管，一举两得。洋葱辛辣的口感其实很百搭，生吃洋葱拌沙拉，刺激中带点甜，或是洋葱炒蛋、洋葱炒牛肉，经过热油一炒，辛辣变甘甜，香气四溢又下饭。还有人把洋葱切碎泡在红酒里做洋葱红酒，每天喝一小杯，也是一种民间流传的养生法呢。不过饮用含酒精制品请量力而为。总之，不要再让洋葱的呛辣吓跑你，那是属于血糖的催泪弹，也是属于你的健康惊喜。第4种天然胰岛素，我们要介绍黑豆，也就是黑大豆。可能有人纳闷，豆子不是含有淀粉吗？怎么会是降糖食物呢？其实黑豆的厉害之处就在于高纤维、高蛋白，升糖指数低。每100克黑豆中，蛋白质含量高达约20克，膳食纤维约10克。这2样东西有什么用？蛋白质在胃里消化的慢，能延缓餐后血糖上升；膳食纤维则像海绵一样吸附水分，让食物在肠道移动的慢悠悠，同时阻缓葡萄糖的吸收。换言之，一碗加了黑豆的饭，远比纯白米饭更不容易让血糖飙高。难怪有人做过实验，把部分白米换成黑豆或鹰嘴豆煮饭，饭后血糖明显较低。对糖友来说，黑豆绝对是主食的完美替代者之一。更令人称道的是，黑豆富含各种植化素，例如异黄酮、花青素等。这些物质不仅是强效抗氧化剂，还被发现有类似胰岛素的作用。黑豆中的异黄酮被称为植物性雌激素，但同时它也能提高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取和利用，辅助调节血糖水平。可以说，黑豆里面住着一群默默工作的小胰岛素，帮助把过多的糖分收拾妥当。与此同时，黑豆富含的镁、钾等矿物质和维生素 B 族，对代谢健康也很有益处。难怪民间有句话，天天吃豆，老来不病。黑豆这么平凡却这么强大，我们真该给它鼓鼓掌。生活中加黑豆入菜其实很简单，黑豆饭是最容易的做法。提前1晚将黑豆泡软，第2天和米一起煮，就是香喷喷的黑豆饭，口感软糯又有嚼劲。或者把煮熟的黑豆加点冰糖熬成黑豆汤、黑豆豆浆，当饮品当点心都不错。但要提醒一下，豆类虽好，部分人初次食用较大量豆类可能会产生胀气，不习惯的人要循序渐进，一次不要吃太多，或者把黑豆煮烂一些更好消化。还有，黑豆虽然不像动物内脏那样高普林，但痛风或尿酸偏高的朋友也需适量，最好先咨询医生后再将黑豆大量纳入食谱，以免影响尿酸控制。总的来说，黑豆是物美价廉的控糖佳品，我们千万别因为它平凡就小看了它。最后登场的是一个宝藏香料——肉桂。肉桂常出现在我们的肉桂卷、苹果派中，带有温暖的芳香与甜甜的气息。你或许很难把它和降血糖联系起来，但科学研究早已证实，肉桂可是实打实的天然胰岛素增效剂。肉桂中含有一种名为 MHCP 的特殊化合物，甲基羟基丘膜内酯聚合物，能够模仿胰岛素的作用。当我们摄入肉桂 MHCP， 会在体内发挥类似胰岛素的效果，促进细胞对葡萄糖的吸收利用。同时，肉桂还被发现可以提高胰岛素敏感性，减少胰岛素阻抗。也就是说，它不仅帮胰岛素做事，还让胰岛素更给力。有一项临床实验数据非常惊人，每天摄取约1到6克肉桂，连续40天，居然让受试者的空腹血糖降低了1成到将近3成之多。这可不是小数目，难怪现在越来越多营养专家建议糖尿病人可以在日常饮食中加入一点肉桂。更棒的是，肉桂取得非常容易又便宜，只要每天摄取约半茶匙到1茶匙的肉桂粉，就可能对血糖产生有益影响。你完全可以在早餐、燕麦粥或豆浆里撒点肉桂增加风味，或者泡一杯肉桂茶，温暖又养生。甚至烤肉、炖肉时加点肉桂和黑胡椒一起腌制，也别有一番香气。需要注意的是，肉桂一次不要吃太多，少量长期最适合，尤其是便宜常见的肉桂。中国肉桂、桂皮含有较多香豆素，
过量可能影响肝脏健康，所以每天一小撮足矣。如果要大量服用肉桂作为保健，记得选择低香豆素的西兰肉桂更为安全。总之，甜甜香香的肉桂其实藏着股猛劲儿，是平稳血糖的神秘杀手锏。以上介绍的5大食物，就是自然界送给我们的血糖克星。或许你会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富含纤维或特殊植物成分，并且能减缓糖分吸收或增强胰岛素作用。没错，这正是稳定血糖的2大关键法门。一是减少过多的糖涌入血液，二是帮助身体更有效地处理糖分。苦瓜、秋葵、洋葱、黑豆、肉桂，5种食物，5种招，从不同角度为你的血糖保驾护航。他们就像5位默默无闻的英雄，各司其职，组成了一支全天然的降糖团队。难怪医生说他们才是全方位的护卫队。掌握了这5大天然胰岛素食物，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吃对、吃妙，将功效发挥到淋漓尽致。以下提供一些小技巧，让你在日常生活中轻松融入它们的魔力。苦瓜去苦小秘方，怕苦的人可以在切好的苦瓜片上撒一点盐，抓一下，稍微腌几分钟再冲水，苦味会减轻，或者汆烫几秒后快捞起，再去炒菜。同时搭配蛋、豆豉等强烈风味的食材一起炒，苦瓜的苦会转化成独特的香气。试着从少量开始品尝，慢慢你的味蕾可能就爱上那股淡淡的甘苦了。秋葵粘液保留术，很多人煮秋葵喜欢煮到烂，其实只要沸水汆烫1到2分钟，至颜色转鲜绿就好，这样粘液不会流失过多，口感也最佳。汆烫后可直接凉拌，加入蒜末、酱油、香油调味，爽口又健康。如果接受度高，也有人把秋葵打成蔬果泥或 smoothie 喝，黏黏的口感喝下去，想到那是血糖的稳定剂，是不是顺口多了？另外，秋葵干燥后磨粉冲水喝，也是一种民间偏方，但口感较差，不如新鲜食用来得实在。洋葱美味不呛招，想吃生洋葱又怕呛辣，教你一招，把切好的洋葱片用冰水冲洗几遍，或浸泡几分钟再滤干，辛辣味会大幅降低，脆甜可口，适合拿来拌沙拉。另外，红皮的紫洋葱生吃抗氧化成分最高，白洋葱、黄洋葱辣味较强，但炒熟后甜度高。烹调时多利用洋葱的甜味来提香，就能在享用美食的同时，不知不觉把血糖也照顾到了。黑豆融入日常，如果不想每天吃豆饭，你也可以把煮熟的黑豆加到各种菜肴里，例如炖排骨时丢一把黑豆一起煮，汤头会有淡淡豆香又更营养。或者磨点黑豆粉拌进全麦面糊里做成煎饼，增加营养密度。爱吃甜的朋友可以试试黑豆牛奶，将煮软的黑豆和牛奶一起用果汁机打匀，再稍微加热，就是一杯顺滑香浓又稳糖的营养饮品。肉桂巧妙搭配，每天摄取肉桂其实很简单。早餐来一杯肉桂燕麦，在热腾腾的燕麦粥或牛奶燕麦里加上1/4到1/2小时的肉桂粉，拌匀，就是香气满满的降糖早餐。咖啡爱好者也可以在黑咖啡里撒一点肉桂粉，风味独特，又能减少餐后血糖波动。烘焙时，比如做面包、饼干，加入肉桂不仅提味，还能让点心对血糖的冲击减少一点点。记住，肉桂的味道较强烈，用量不需要太多，天天适量坚持，比一次大量吃更有效哦。当然，再好的食物也要适合自己才行。有2类朋友在食用上述食物时特别需要留意，一是痛风或肾结石患者，二是肠胃功能较弱或血糖容易过低的人。第一类人，由于黑豆等豆类含有中等普林，可能增加尿酸；秋葵、菠菜则含草酸较高，肾结石倾向的人也不宜大量生吃。建议痛风患者、肾结石病史的人在增加豆类或秋葵摄取前，先咨询医生或营养师，确保安全。至于第2类朋友，苦瓜偏寒且有降血糖作用，空腹过量食用可能引起不适或低血糖。肠胃虚弱的人一下子摄入大量高纤维的秋葵和洋葱，可能会胀气或肠胃不适。因此，循序渐进非常重要。刚开始每次少量摄取，观察身体反应，再逐步增加。
同时定期监测血糖，如果发现血糖明显改善，千万别私自停减药物，应该让医生评估后调整治疗方案。换言之，我们运用天然食物辅助控糖的同时，一样要保持理性和谨慎，这样才能真正安心受益。今天，我们为那些被忽视已久的平凡食物证明了一次，原来在我们的厨房和餐桌上就藏着这么多对抗高血糖的秘密武器。苦瓜也好，秋葵也好，洋葱也好，黑豆和肉桂也好，它们看似普通廉价，却个个身怀绝技，有的刺激胰岛素，有的延缓糖吸收，有的提高细胞敏感度，有的充当清道夫，把多余的糖分扫地出门。它们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天然胰岛素，是不用花大钱也能得到的健康礼物。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食物，我们学会了一种新的健康态度。真正的养生之道未必昂贵，也未必艰难苦涩，很多时候最简单、最朴实的办法反而最有效。与其被华丽的广告和昂贵的补品牵着走，不如回归日常，好好利用身边触手可及的天然食材。选择苦瓜、秋葵、黑豆这些食物，就是选择一种不被行销迷惑的清醒，一种对自己身体负责的智慧。现在我想和各位观众朋友做一个健康约定，就从今天，从下一餐开始，试着将这5种天然胰岛素食物中的任意一种加入你的餐盘。今晚炒个洋葱牛肉，明天早餐来碗肉桂燕麦粥，周末试试苦瓜煎蛋或秋葵汤，为自己也为家人烹调一道稳糖料理。当你端上这道菜时，请记得我们今天聊过的内容，你夹起的每一口都不只是食物，更是你为自己和所爱之人的健康所做出的承诺。这一小小改变，日积月累，将带来难以置信的巨大转变。让我们一起见证这个改变。从现在开始，善待你的身体，善用这些来自天然的宝藏，把血糖稳稳抓在自己手中。祝福每一位朋友都能血糖稳定，健康长寿，过上轻松自在的甜蜜生活。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也请别忘了点赞并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我们下期再见，健康路上一起前行。